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咸味的蛋糕——咸蛋黄肉松戚风。在制作蛋糕之前，先将烤箱的烤架调至最低层，然后将烤箱预热。我们用到3个咸蛋黄，如果蛋黄是生的，可以先在表面喷些白酒，然后180度烤8分钟，留一个蛋黄做最后的装饰。将其余2个蛋黄放入到保鲜袋里，用擀面杖碾碎。一会儿我们会把它直接加入到蛋黄糊中，将另一个蛋黄用擀面杖拍碎，颗粒可以大一些，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尝到蛋黄。下面我们来制作蛋黄糊，将牛奶和油在一个小碗中充分搅拌乳化，油可以选择任何没有味道的油。接下来我们来分蛋，最好用室温鸡蛋，室温鸡蛋更容易打发，温差小，也不容易造成蛋糕严重开裂。如果你不想等鸡蛋恢复到室温，可以把鸡蛋放在温水中泡一会儿。将蛋清放到一个无油大碗中，蛋黄直接加入到我们刚才搅拌好的牛奶混合物中。分蛋的时候最好使用一个单独的小碗，以免不小心打破蛋黄，毁了一锅蛋清。将蛋黄糊搅拌均匀之后，筛入我们刚才捣碎的2个咸蛋黄，用一个筛网和一个勺子把它碾入到蛋黄糊中。那如果你有搅拌棒的话，可以直接用搅拌棒打碎，就省事很多了。加入咸蛋黄之后搅拌均匀，然后筛入低筋面粉和淀粉。加入淀粉可以进一步降低面粉的筋性，使蛋糕更加蓬松。如果你喜欢更加密实口感的蛋糕，可以增加5克面粉，反之可以减少5克。用打蛋器 Z 字形搅拌，直到看不见粉粒即可。Z 字形搅拌可以减少面筋的产生，过度搅拌会使面粉起筋，造成蛋糕不蓬松易回缩。下面我们来打发蛋清，加入一点柠檬汁，可以起到稳定蛋白的作用，使它不容易消泡。打到像这样有大泡泡的时候，分2次加入细砂糖，然后用打蛋器低速打发。低速打发虽然用时更久，但是打出的蛋白霜更加的细腻。随着打发时间的增加，蛋白霜的状态会慢慢发生变化，变得越来越浓稠，出现纹路。蛋白霜打得越硬，支撑力和韧性越好。如果使用中空模具，中间的面糊受热更快，可以把蛋糕打到像这样湿性发泡偏硬的状态，或者中性发泡。提起打蛋器，蛋清能形成小小的弯钩。但是如果使用原模，中心的面糊受热慢，可以将蛋清稍微打硬一些到干性发泡，这样支撑力更强，中间不容易塌陷，蛋糕也能发得更高。打到蛋白能形成直立的尖角，蛋白霜有光泽的程度。如果打发过度，会导致蛋白霜像泡沫一样，烤出的蛋糕组织粗糙而不细腻。将1/3的蛋白糊加入到蛋黄糊中，搅拌均匀。这一步是为了混合2者的质地，使浓稠的蛋黄糊更容易与轻盈的蛋白糊混合均匀。因为我们的面糊中还额外加入了2个熟蛋黄，会更加粘稠，所以一定要确保蛋黄糊和蛋白在这一步混合均匀。将混合好的蛋黄糊加入到余下的蛋白中，使用翻拌的方式混合均匀，不要画圈搅拌，也不要长时间搅拌，搅拌到看不见明显的黄色和白色条纹就可以了。蛋糕发不起来或者出现布丁层，90%的原因都是因为在这一步搅拌不当消泡了。搅拌的过程中要注意刮一刮碗底，以免有沉底的蛋黄糊没有搅匀。搅拌好的蛋糕糊应该是浓稠而且轻盈的，提起刮刀，落下的面糊还能留有纹路。选择这种阳极铝制活底6寸模具，不能选择防粘模具，也不能垫油纸，因为蛋糕糊需要借助粘在烤模上的力量爬升，出炉冷却时也需要靠粘在模具上的特性防止回缩。活底是为了脱模方便。将蛋糕糊从高处倒入模具，这样大气泡可以在碗壁的边缘破裂。先倒入1半的面糊，然后轻震烤模，让面糊分布均匀。撒上我们之前预留的1颗蛋黄碎，然后再铺上1层肉松。用手将大块的肉松掰成小块，以免一会儿倒蛋糕糊时会形成大空隙。倒入余下的蛋黄糊，盖住之前的肉松。面糊放到模具的8分满就好，如果放太满，面包爬升没有依靠就会垮塌。多出来的面糊我们一会儿会利用起来。然后继续震动模具，使面糊铺平。
因为我们中间夹了肉松会有空隙，所以要狂震一会儿，移除其中的大气泡。将蛋糕放在烤箱下层，蛋糕顶部直接接触热源，受热更快。如果离发热管太近，就会先熟，然后蛋糕继续膨胀就会爆裂，或者会导致底部凹陷。如果在意顶部裂纹，可以考虑使用水浴法，或者降低烤温，增加时长。不过我不是很在意那些细节。蛋糕烤制的过程中，我们把余下的面糊放到平底锅上烙成小饼，于是我们就拥有了咸蛋黄肉松苏芙蕾松饼。蛋糕出炉之后，震几下震出里面的热气，防止热胀冷缩导致蛋糕回缩，然后将烤模倒扣晾凉，防止回缩。可以架在一样高的2个碗上。蛋糕晾凉之后，用双手抱着蛋糕剥离烤模。一个烤熟透且晾凉的戚风蛋糕是很有弹性的，不用担心被压扁。双手握着模具两侧，其余手指轻轻推底部就可以托底了。然后像刚才一样转圈，慢慢将蛋糕剥离模具。我们用3个鸡蛋做出来的是6寸的蛋糕，如果想做8寸的蛋糕，可以使用5个鸡蛋，其他材料乘以 1.66 就可以了。当然烤时也要相应的增长。现在来切开一块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可以看到咸蛋黄颗粒和肉松夹在蛋糕的中间，形成了现成的夹心蛋糕。蛋糕糊中加入了咸蛋黄，还有淡淡的咸香味儿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腻，而且咬到中间夹馅的时候特别惊喜和满足。如果你也喜欢，不妨在家试一试这个特别的戚风蛋糕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